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面具人的频道，我是 Sandra。加密货币的熊市来临，在这波虚拟货币的寒冬中，知名的对冲基金三箭资本也跟着中箭落马。那前些日子呢，三箭资本的英属维京群岛分公司就已经面临到了清算。在7月2号的时候，三箭资本也向纽约的法院正式申请破产的保护，并且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破产保护条款，在执行清算的期间呢，保护该公司在美国的资产，以避免就是被债权人没收或是冻结。今年3月的时候，三箭资本本来还是一间掌握数百亿美元资产的知名加密对冲基金，但是受到 Luna 的影响啊，三箭资本也因为风险管理不当、过度杠杆这些因素，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快速的破产。但是更令人担心的是，因为三箭资本过去在加密货币产业的影响力，它的破产不仅仅是进一步的为市场带来庞大的卖压，也连带的影响了许多知名加密企业的营运。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又有消息指出，某某某机构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因为三箭资本暴雷而受到影响的3大受灾户有哪些。那在了解这些受灾户之前呢，首先我们应该要先明白什么叫做资不抵债，以及企业的资不抵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。那在了解资不抵债之前，我们先来厘清什么是资，什么是债。简单来说呢，资就是企业的资产，比如说企业的现金、固定资产、库存商品、应收款、投资款等等，这些就是企业的资产。那什么是债呢？简单来说，债就是企业的债务，比如说像是企业的应付款、应付工资、应付税款、应付借款等等。那资不抵债的情况，就是指个人或者企业的全部债务超过其资产的总值，导致不足以清偿债权人的财务状况。那一般的情况下，一家正常营运的企业，它的资产照理来说应该是要比负债多的。而资不抵债的情况呢，就是相反嘛，你的负债总额比你的资产总额还要多。资不抵债其实呢是与破产是有相关性的，但是它们本质上不是一样的意思哦。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，企业是否能够继续经营，除了需要考量到国家的政策、政府部门执法等因素，那在撇除政策的影响之下呢，主要取决于企业投资者的意愿和决策。但是企业最终是否能够继续经营，还会受制于以下2个条件的影响。那第一个影响呢，就是企业是否能够清偿到期债务。如果企业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就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企业破产。法院一旦受理破产的案件，那无论企业是否盈利，企业都会进入破产清算的模式，而一切的营运活动都将会被停止。那第2个影响呢，则是企业是否有足够的日常营运资金。当企业的现金流断裂，比如说本月你应该需要支付员工薪资100万，结果你只有70万的资产，也就是说，你就算是现在把企业卖了，都无法支付员工的薪资，那么企业就无法维持日常经营，企业一切的经营活动呢，也将会被停止。所以资不抵债的企业能否继续经营，除了就是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，同样的呢，也会受到以上2个条件的制约。当资不抵债的企业有能力清偿到期的债务，而且有足够的资金维持日常经营活动，那企业就不会进入破产清算的模式。所以呢，一般很多人会以为资不抵债就是破产的意思，但其实2者之间还是不太一样。可是呢，往往就是有很多的企业是因为资不抵债之后，再进一步的造成宣告破产的。那受到三箭资本影响的机构呢，首当其冲的就是 Celsius。Celsius 在 Stace 脱钩事件呢，严重的影响到资金的流动性。那作为 Stace 的最大持有者之一，公司的风控策略以及流动性管理就存在了严重的缺陷。所以当 Stace 下跌时，平台的流动性问题也就暴露了，就是让用户恐慌、
造成严重挤兑的问题。那最终就是被迫冻结账户的提款和转账，至今也尚未恢复。那当时呢，就是我也有做一支影片介绍关于 Celsius 跟 Stace 的事件，有兴趣的朋友们一样就是可以点选右上角资讯卡进行观看。那就是截至目前为止呢 ，Celsius 前后总共偿还了1.837亿美元的比特币贷款，使得比特币的持仓清算价来到了2722.11美元。那第二个影响到的机构呢，则是 BlockFi。加密资产平台 BlockFi 是参与清算三箭资本的机构之一。那根据消息指出就是自从2020年起，三箭资本呢就透过了这个平台抵押资产，介入了大量的比特币。虽然说 BlockFi 一直没有清楚的说明他们在 3AC 清算中究竟损失了多少，但是在7月2号的时候 ，BlockFi 的执行长在 Twitter 上正式宣布，已经和 FTX 签署了总价值6.8亿美元的信贷额度与收购的选择权协议。那第三个影响到的机构呢，则是 Voyager Digital。7月1号的时候 ，Voyager 正式宣布暂停用户交易、存取款以及忠诚度的奖励。同时，他们也指出，他们正在积极寻求从三箭资本手上追回15250颗比特币以及3.5亿美元的现金贷款。那依照当时的币价换算，价值其实大约是6.75亿美元。那其中呢，就是还包括就是通过英属维京群岛法院勒令的清算程序。那纵观这次三箭资本对于市场的冲击，除了就是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，还有三箭资本大量投资 Luna 没有做好风险管理以外，以及三箭资本对灰度比特币信托的过度杠杆压注，都造成了这次公司危机的发生。除了对市场造成一波大影响以外，那这次事件中，我们也就是从中学习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。那今天的分享呢，就告一个段落。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订阅面具人的频道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分享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